如果你是刚拿到富士相机，尤其是我手上的这台 X160代，那你现在可能会想，这些拨盘、这些菜单，我是不是一定要全搞懂才能拍好照片呢？那其实是不用的。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我不打算一次教会你这台相机的所有功能，而是要分享一些最基本的设置，带着你把你的 X160代或者其他的富士相机调到一个怎么拍都不太容易出错的状态。如果你是新手的话，相信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就可以直接带着你的相机出去拍摄。那首先我们先做第一件事，相机上有3个最重要的控制，就是这个圆盘、快门，还有这个圆盘、光圈，还有感光度。注意要把这个拔起来，然后调整。如果你对摄影还处于一个完全不了解的状态的话，我建议你的第一个设置就是先把所有的转盘都转到 A。那这样的这台相机就基本处于一个全自动的状态了，也就是快门、光圈、感光度都交给机器去判断。那我们这一步做完以后呢，我们只需要再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这里我们按一下，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胶片模拟，凭你自己的喜好就好。理论上做到这一步，你的相机就基本上可以带出去拍摄了。那很多人会觉得，自动会不会就是不太专业？但是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呢，自动呢不是偷懒，而是让你把注意力都留给画面，看到什么都可以拍下来，这对提升构图能力和你对摄影的信心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第二个步骤可能跟其他的相机设置的教学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会建议让你先设置感光度，也就是 ISO。感光度就是感光元件对光线的敏感度。因为这款相机的镜头不可拆卸，我们就用索尼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这里就是感光元件，光线越暗，我们就需要让相机对光线更敏感，所以要提高感光度。反之呢，光越亮，我们就要降低感光度。不谈原生感光和双原生感光这些进阶一点的知识呢，大家只要记住，在满足曝光的条件下呢，感光度越低，画面会越纯净。感光度越高，画面就会出现很多的噪点。我通常会把感光度先设置在500，因为富士相机里边这边有一个动态范围，我通常会把这个动态范围设置到400。那这个 DR400 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简单理解为，它会帮你保留更多的高光细节。比如说你想拍逆光，它就能帮你保留更多的图片中的亮部的细节。然后这个 DR 的数值越大呢，它保留的细节会越多，画面的质感也会更丰富一点。富士相机的操作逻辑是，想要开启 DR400，你必须要把感光度设置在400以上。那秉着感光度越低，画质越好的原则呢，我们就把感光度设置在500，是这样的逻辑。那白天如果用500的感光度去拍摄呢，如果开大光圈的话，画面经常会过度曝光。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我会放在影片的后面说。好，设置完感光度，你拍了几张照片以后，大概又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别人的照片的背景有虚化，而你的没有？那这里呢就要讲到光圈，也就是镜头上的这个位置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数值从2到16，你只要记住一点，就是光圈的数值越小，说明它的光圈越大。光圈是用 F 表示啊，所以 F2是大于 F16的。那大光圈呢，它的进光量也会更大一点，背景虚化也会更强一点。如果你想突出主体的话，就可以把光圈值调大一点，你的人物会很突出。那有时候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，你的背景一虚化，有可能拍不到你身后的建筑物了。那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光圈调小一点，然后人物跟背景都会被清晰的拍摄到。那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大光圈你可以拍摄光线晕开的状态，小光圈呢你可以拍摄出星芒的效果，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，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。那有时候很多新手就会说，为什么我每次拍摄出来的照片都是糊的，就是不清晰的？照片不清晰只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焦没有对上，当然富士的对焦真是一言难尽，另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快门速度出了问题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快门速度。快门控制的是光进到相机里的时间长短，
快门越快，动作越清晰，但进光量少，画面会更暗。快门越慢，相机会持续记录更长的时间。如果物体在动，这些运动都会被记录下来。高速的快门，比如说这边设置2000分之一秒、4000分之一秒，它是可以帮你去冻结时间的。那低速的快门，比如说什么15分之一秒、8分之一秒、4分之一秒，更适合拍摄物体的运动轨迹。对于刚接触摄影的朋友来说呢，你的相机没有拿稳，画面就会糊掉。那有时候你会发现，为什么你看我现在设置的是500分之一秒，然后已经全黑了呢？那是因为你光圈这里收的太小了，可以把光圈调大一点，然后画面就会立刻变得亮起来。那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恭喜你，其实你已经不知不觉地学会了相机曝光的3要素：快门、光圈和感光度，就是决定你的照片明暗度的最主要的元素。那这3个处于一个3权分立、互相制衡的一个关系。所以综上我的逻辑呢，就是出去拍照的时候，你先设置感光度，然后考虑你想要大光圈拍虚化效果，还是小光圈让你的画面更清晰。决定光圈值以后呢，那我们再选择一个安全的快门速度。那有一个更快捷的方法，就是我们直接把快门速度降到 A， 这样就是你拍摄的时候只需要去决定你想不想要虚化效果，然后相机会帮你决定你的快门速度，无论是街拍或者人像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方便的。一张照片除了明暗以外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色调。那是什么决定你的照片的颜色呢？除了我们的胶片模拟之外呢，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白平衡。在富士相机里呢，你的白平衡数值越大，它的画面会越暖；白平衡的数值越小呢，它的画面会越冷。刚开始呢，我们可以把白平衡放在自动挡，然后让相机去帮你决定你拍摄照片的冷暖。那有时候相机测出来的跟我想要的效果不一样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测白平衡的一个 app 去测它的环境光，然后把相机调到同样的数值就可以了。刚开始最重要的一点是先把你肉眼所见的画面的色调先还原出来，你先做到这一点，然后我们再去讨论一些风格化的东西。3个我建议你先设定的快捷键，在相机设置中找到按钮拨盘设置，就可以把机身的一些按键变成我们常用到的拍摄功能。第一个呢就是胶片模拟快捷键，我设置在了这个位置，然后按一下它就会出来胶片模拟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ND 镜，我设置在了这个位置。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？就是刚开始我们把感光度设置在了500以后呢，画面经常会过度曝光。我们按一下这个 ND 镜，它就会在机内给你进行一个减光的作用，你可以理解为它在感光材料上加了一块墨镜，达到一个减光的效果。第3个设置呢，我比较推荐的就是把这个键直接让它变成一个录影键，就是你按一下它就直接开始录影，就可以非常快速的拍摄一些我们想要的动画的画面。关于更完整的相机的设置呢，我以后也会专门做影片给大家分享。那最后呢，就给大家留2个小作业。第一个就是拍一张大光圈，再拍一张小光圈的画面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拍一张高速快门，再拍一张低速快门的照片。你不用拍得多好，因为摄影这个东西它不是一天学会的，但是至少你今天已经比昨天更会用这台相机了。好，这支影片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订阅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